我们来到了第一站，那就是红善堂。我们来到了红善堂，也就是 Kelenteng Sanggar Agung。那这个你们有没有看到它的建筑有很特别，对吧？就是它有结合中式跟巴厘岛式的风格的建筑。然后这边最有地标性的其实是我后面的这个建筑。以前其实这个建筑啊，它只有到龙这边。这个红善堂它是建立于1999年，然后呢，后面的这个观音菩萨的雕像是在2年后才建起来的。那为什么会有这个观音菩萨的雕像呢？主要是因为有一位红善堂的工作人员，他就晚上大半夜的，然后呢，他就看到了有位女士穿着白色的衣服走在海上。他说：“那到底是什么？到底是什么？”他就很害怕，想说是什么。然后呢，他们就想说，哦，会不会是观音菩萨现身了？于是他们就建了这个雕像，这样子，不是鬼故事，大家请不要误会。我本来还以为你要讲鬼故事，没有，而且这很特别，它还是面向海的，你们有看到吗？然后你们来这边，如果你们是孔教、道教或者是佛教，你们也可以来这里拜拜求个福这样子。然后呢，偶尔你们如果幸运的话，也是可以刚好看到他们放生。我们刚刚就有看到了。然后清明节扫墓的时候，也会有人来这里扫墓这样子。然后我觉得在泗水其实华人的影响还是蛮大的，就是到处都可以看得到华人的元素这样子，这个也是其中之一。然后我们等一下也要去参观郑和的清真寺这样子。对，然后进来这边其实是不用门票的，你只要在外面，就是如果你用车的话，它就是一台车2万5这样。走吧，我们再去看看那边还有什么东西可以看。好吧，走。从红善堂出来的对面，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四面佛，非常的壮观。这个四面佛它的那个金纸是从泰国运过来的，然后它是用22K 金，耗资大约15亿的印尼盾，也就是大约10万块美金，很壮观耶！这个也是全印尼最大的四面佛。但不是全世界啊，全世界最大的四面佛应该在泰国吧？因为泰国信那个佛教比较多，所以大家如果从红善堂出来，可以过来对面看一下这个四面佛。我们买了一个，它有2个口味的是猪肉，一个是鸡肉的，我们买了各一个。这个怎么办？我也是。我们刚在来的路上买了个耳碟，然后买了2个口味，就是猪肉跟鸡肉，这么的大哎，超大的，比你脸还大。没有。其实我第一次听到鹅鳖这个食物是在台湾，我知道台湾有鹅鳖这个东西，但我不知道其他地方还有。其实我有点吓到泗水这边有哎。其实鹅鳖在东爪哇呢，它是源于一个地区叫做波隆，所以这边是称为它哦对波隆。为什么这边会有这个鹅鳖？主要他们说是福州的一对夫妻搬过来东爪哇，就在波隆这个地区发明的这样。我们来吃看看它的味道怎么样。这个应该是猪肉，外面是一层酥酥的皮，然后里面的料非常的多。我觉得它这个好香啊！我记得台湾的鹅鳖好像没有加海带，你看真材实料，它的猪肉整个满满的，好多。我也想吃，可以吃。咦，我看到了
觉爪哇岛的人都吃的好辣，2条，还有里面还有很多，天哪 ！Oh no！ 这个是鸡肉的，好脆哦！这就是所谓的外脆内软嘛。好鲜啊！哇，里面的肉超多的耶。确实，你要不要试一下鸡肉的？好呀，给你试。现在呢，我们来到了一个也是来泗水玩一定要来的景点之一，那就是郑和清真寺。那郑和清真寺这个为什么特别？它是全世界第一个以郑和名字命名的清真寺哦，是不是很特别？然后呢，这个清真寺它是开幕于2003年，大家看一下它的整个建筑都非常的新。这个建筑为什么会命名为郑和清真寺？主要是为了尊敬郑和，因为是他把伊斯兰教传到整个印尼的。它的建筑主要是以3个颜色为主，应该就是红、绿跟黄色。其实，在印尼大部分的清真寺都是以白色或者是绿色为元素，那这个应该是第一个就是以红色为主的清真寺，因为中国的文化就是一定要红色嘛，就是要大红，所以整个就是大红色的。然后呢，还要告诉大家一件事情，这边基本上是给伊斯兰教拜拜的，所以如果你们是伊斯兰教就可以进去，如果不是的话，就是不能进去，只能在外面这样子。然后记得来这边一定要穿着比较保守，就不能穿得太露这样子。在这个墙上，你们还可以了解一下郑和下西洋当年的历史。有郑和清真寺简介，而且都是中文的，大家都可以读一下。太长了，没办法一一给你们解释。而且你们看，这里还有很大的运动场而且还有很多小孩，他刚跟我 say hello 的。他以为你是外国人。对，应该要跟他说我是印尼人。好像有幼儿园是吗？这里？对，好像它是有结合幼儿园，然后华文补习班啊，然后还有运动场这样子。要不我们出去看看还有什么地方？刚刚讲太多话，讲累了，要来喝个饮料。我们现在是来到了算是唐人区，然后这边有很多华人，然后还有一些华人开的餐厅啊那些的，就像你如果去雅加达的 Grotto 一样，就是类似那种地区。然后我们今天来的餐厅是一间素食餐厅，我们主要只是喝饮料啦，因为太热了，泗水的天气。这个是什么？是反正就是酸酸的饮料，太热。酸。泗水的人口总共大概是400万人左右，那有1/4是华人，另外就是以爪哇族跟马都拉族为主。那泗水的华人呢，有6成是福建人，3成是客家人，然后剩下就是其他的种族这样子。对，所以你们如果来到了泗水，你们会发现泗水很多
福建人的餐厅，或者是有很多华人的元素。那你们如果来到了泗水的唐人街，你们可以来这边逛逛。离这里不远还有一间庙，那就是文庙。那间文庙呢，它其实是全东南亚第一个儒教的寺庙。那个寺庙基本上就只有儒教为主，就是你们如果来到印尼，你们会发现很多印尼的寺庙都是三教寺庙，就是佛教、儒教跟道教。那这个寺庙是只有儒教。那这个寺庙它也是蛮古老的，它是成立于1883年，所以到现在也已经很多年。它是在荷兰时期就成立，那它原本是在一条小巷子里面，但后来呢，因为他们觉得在小巷子里面比较难发现，所以他就把这座寺庙搬到了路边这样子。等一下我们会过去看看。对，那我们现在就走吧。这个好特别哦，这个味道很香哎，难怪会有这么多人